我接任代理總經理的第一晚，原本只想把收購前的高權限名單清一遍，卻在熒幕上看見一個叫唐月的人。他有工號，也有近3個月的深夜活動記錄，可我從沒在公司見過這個名字。人資很快回復我，查不到。沒有履歷，沒有部門，也沒有正常入職資料。我盯着那串7年前就存在的記錄，手指停在停用鍵上。這不是一個單純忘了刪的離職賬號。我先把唐月的工號、門禁記錄和高權限標記放到同一頁。最近幾個月，他幾乎每周都在深夜出現。既然沒人能說明這個身份，我不能讓他繼續留在系統裡活動。停用確認跳出來，我按了下去。3秒後，螢幕右下角忽然亮起一條只發給我的內部訊息：江瑤，你終於發現我了。第2行字緊接着出現，現在開始，別相信第一個叫你刪掉我的人。我沒有急着追着字面跑，先把2行訊息完整截下來，暫時不把它當成有人正在及時跟我說話。我沒有把這句警告當成真相，它只能證明7年前有人把某種規則流進了系統，而且那個人預期有一天會有人注意到唐月。至於他在警告誰，我還不知道。手機就在這時響了，邵明哲的名字跳在熒幕上。他沒有寒暄，開口就問：“你是不是動了舊權限名單？”我回得很簡單，我停了一個沒有任何人事資料的賬號。電話那頭停了半秒。邵明哲說：“唐月，那是舊系統留下的東西，直接刪掉，明天收購稽核看到反而麻煩。”訊息裡那句“第一個叫你刪掉我的人”還停在熒幕角落。我沒有質問他，只問：“你知道這個名字？”邵明哲答得很快：“以前看過，沒價值。”既然沒價值，就更不用急着現在刪。我把視窗切回權限頁，我先封存。邵明哲的語氣冷了一點：“江瑤，明天的稽核不是讓你考古。”我沒跟他爭，只回了一句：“所以我更需要確定什麼是舊資料，什麼是還在活動的風險。”說完，我結束通話。唐月已經不能再登入，但我沒有刪除任何歷史記錄。我把相關資料全部改成唯獨封存，連同剛才的訊息一起存進調查時間線。時間線的第一列是一個不存在於人事系統，卻活動了7年的名字。第2列是停用後自動跳出的警告。第3列是邵明哲幾分鐘後要求我把它刪掉。我還不能證明這3件事彼此有關，可從那一刻起，今晚已經不再只是交接。我需要先弄清楚唐月到底是人、工具還是別的東西。幾個小時後，異常付款警報把我重新拉回熒幕前。收購用的2800萬保證金被改付到一間陌生顧問公司。我第一個動作不是查誰動了錢，而是把付款標成異常，要求流程暫停。只要資金還沒真正出去，後面的責任還能查，錢一旦離開，再漂亮的解釋都沒有意義。接着我打開批准記錄，批准人那一欄清清楚楚寫着2個字：江瑤。我沒有按過批准，也沒有授權任何人替我做這件事。可系統不在乎我的記憶，它只留下了一個看起來最直接的結果：這筆錢是我批的。秦書瑤還沒加入調查，我只能先從唯獨記錄往回翻。付款發生前後幾分鐘，唐月的高權限標記又出現了。2800萬，我的名字，唐月。3個原本分開的問題忽然擠到同一條時間線上，而且每一個都對我不利。董事會的緊急連線很快接通，陸承安沒有替任何人說話，只問我：“這筆批准是不是你做的？”“不是，我把畫面共享出去，但系統現在顯示是我，所以先凍結有風險的支付路徑。我接受。我要保留唯獨稽核權。”有人問：“你現在還想查？”我回：“正因為我的名字在上面，我更不能失去查看既有記錄的能力。”
可以拿走我的操作權，不能讓我連證明自己都只剩口頭。程序很快通過，代理總經理的大部分系統操作權被凍結，我眼前一排原本能點開的功能陸續變成灰色，只留下唯讀稽核與必要的合規查詢。那一刻最難受的不是權限變少，而是我很清楚，接下來每一個人看我，都會先想到那2800萬。我的專業信用第一次變成一個需要被證明的東西。陸承安最後說，收購案不能停太久。48小時。唐月是什麼？錢怎麼動的？為什麼是你的批准？你給董事會一條能驗證的因果鏈。我問，48小時後，如果我做不到，他沒有繞彎，我會投票撤掉你。可以，我把倒數時間寫進自己的記錄，但在這之前，所有相關原始資料都要保全，任何維護或刪除都必須留下痕跡。我失去了大部分權限，卻也把問題說得更清楚。2800萬還要先守住，唐月的功能要查明，而我最重要的是證明那個寫着我名字的批准究竟是怎麼出現的。48小時從那一刻開始倒數。我第一次真正意識到，唐月如果只是個幽靈賬號，事情不會這麼麻煩。真正危險的是，有人可能比我更早知道我會坐上這個位置。權限被凍結後，我第一個點名的人是秦書瑤。他熟舊系統，也知道哪些資料即使只能唯讀，仍能從不同入口互相驗證。我把唐月的工號丟給他，不要先告訴我你覺得他是誰，先查他在哪些地方應該存在，卻沒有存在。人事欄是空的，正常薪資記錄也是空的，部門歸屬同樣不存在。秦書瑤把3個視窗並排，皺着眉說：“這不像員工賬號，至少不是我們現在定義的員工賬號。”我問有沒有任何地方承認它是合法建立的，他往舊成本中心深處翻，停在一個7年前的標記上，有創辦人特別專案。那個標記沒有解釋用途，只能證明唐月不是某個工程師隨手做出的測試賬號。他曾經被正式放進公司某個舊專案裡。這個小答案沒有讓事情簡單，反而更怪。既然唐月被正式建立，為什麼沒有人事身份？既然不是員工，7年來那些深夜活動又代表什麼？當天下午的會議上，邵明哲主動把問題接了過去。他翻了一頁資料，語氣很平：“唐月，我大概知道，創辦人時代的影子員工而已，這類舊東西早就該清。”我看着他，影子員工能做什麼？邵明哲沒有正面回答，只說：“重點是，江瑤上任第一晚碰了他，幾個小時後2800萬就出了問題。董事會總不能當這個順序不存在。”會議桌上的氣氛立刻變了。他沒有直接說我做了什麼，只把幾個事實併在一起，讓別人自己得出最不利於我的結論。我沒有急着反擊，只在時間線上加了一條：邵明哲公開定義唐月為影子員工，並把我停用賬號與異常付款綁在一起。秦書瑤會後低聲問我：“你信他嗎？”我搖頭，我現在連自己對唐月的定義都不信。先查功能，不查故事。他把那個創辦人特別專案標記重新圈起來，那就從7年前往回。我點頭。至少這一次，我們不是只追一個名字，而是追他為什麼被留下。邵明哲已經替董事會講出一個最容易相信的版本：唐月是影子員工，而我碰了他之後出了錢。我如果不能拿出更硬的東西，這個故事很快就會變成所有人的答案。我犯的錯是太早覺得自己看懂了邵明哲。停用後的警告指向第一個要求刪除唐月的人，而那個人偏偏是他。接着他又在會議上急着把唐月定義成影子員工。兩條線放在一起，很容易讓人以為答案已經出現。我在一次單獨交談裡故意說，唐月昨晚的完整登入來源，我已經看到了。這句話是試探，不是事實。我想看的
是他的反應。邵明哲沒有皺眉，也沒有追問，他只是看了我2秒，淡淡的說：“那你最好保管好。”他的平靜沒有給我任何能拿到董事會上的東西，我反而突然明白，自己剛剛等於告訴他，我正在追哪一層記錄。當晚，舊系統一段稽核快取被標記為例行維護後清除，畫面上只剩下維護記錄，原本可能留下的操作來源已經不在。秦書瑤盯着記錄問，要不要先認定是他動的？我直接搖頭，不能。共用維護權限太多，這只能證明有人在我們亮牌之後清了東西。真正該認的是我的錯，是我把懷疑收得太早，還在證據不夠的時候拿去示人，結果讓對方知道我們正在看哪裡。我把原本時間線上那個大大的邵明哲圈掉，換成3個問題：唐月能做什麼？誰能碰那個功能？每次碰完之後，系統裡什麼東西會改變？秦書瑤看了我一眼，所以不找誰是唐月了。我說，先不找。也許這個問題從一開始就是錯的。既然線上快取能被清，我們就去找不容易即時消失的東西。紙本、離線手冊、歷史備援，只要能證明唐月的原始設計，就還有機會。48小時不會因為我犯錯而停。那段被清掉的快取，也不會因為我承認錯誤就回來。我只能換方法。這一次，我不再問誰躲在唐月後面，而先問更基礎的一件事：唐月到底有沒有能力做我們以為他做過的事？轉折來自一本7年前的災難備援手冊。秦書瑤把掃描頁面拉到我面前時，先說了一句：“你最好自己看。”唐月的名字真的在裡面，但他旁邊不是員工職級，也不是部門，而是一組就是監測規則。我們先核對最關鍵的權限：付款不可用，簽約不可用，建立供應商不可用，甚至連一般員工常見的幾項功能，他都沒有。我盯着那張表看了很久，前幾個小時，所有人都在討論唐月是不是被拿來動錢，可這個賬號本身根本碰不了那筆錢。秦書瑤往下指，看這一條。特定高權限管理界面啟動時，系統會自動留下第2條獨立標記，標記身份就是唐月。我把那句話重新讀了一遍，所以不是唐月登入了高權限界面。對，他說，是有人啟動高權限界面之後，系統自動讓唐月留下痕跡。原本卡住的幾個時間點忽然換了意思。唐月在深夜出現，不代表有人用它工作；唐月在2800萬付款前後出現，也不代表他參與付款。它只證明一件事：那些時間點，有人打開了本來不該被頻繁使用的高權限管理界面。我把過去所有寫着唐月登入的標記全部改掉注解，新的注解只有一句：高權限界面被啟動。秦書瑤忽然笑了一下，卻不是輕鬆，所以我們追了一天的幽靈，根本不是兇器。我接上他的話，是證人。這個答案回收了太多前面的怪事。他沒有薪資，因為他不是員工，沒有人見過他，因為他不需要被看見。停用後會跳警告，因為建立它的人怕未來有人把這條痕跡一起刪掉。但我沒有因此直接把邵明哲寫進答案。唐月只能證明高權限界面被用過，不能證明是誰親手打開。真正有價值的是，7年的記錄忽然都能重新解讀。我們不再問唐月做過什麼，而是去看每一次他出現之後，公司裡究竟有什麼被改過。48小時還在走，可我第一次重新拿回主動。唐月不是那個躲在公司裡7年的不存在員工，他是有人動過高權限之後，7年來一直留下的第2道腳印。唐月的功能一旦被重新定義，7年的記錄就不再只是怪異時間點，而是一串可以對照的操作痕跡。
我和秦書瑤把那些密集出現的日期逐一疊到供應商資料、付款條件和審核人變更上。幾組原本分散的記錄開始重疊。最近3次異常修改都經過營運長辦公室持有的就是管理角色。這還不能證明是邵明哲本人，因為那套權限不是個人專屬。我在時間線旁邊特別寫了一句：辦公室不等於本人。秦書瑤點頭。這一次，我不允許自己再把範圍當成答案。接着，我們重建2800萬那筆付款。最奇怪的不是誰按了批准，而是那條臨時付款路徑建立得太早。流程建立時間，在我正式取得代理總經理資格之前。那時候，我根本還沒有能批准這筆款項的系統身份。秦書瑤把授權模板交出來。他不是先寫你的名字，他寫的是現任代理總經理。等你的資格生效，系統才把名字帶進去。我盯着那行規則，前面一直刺眼的將要批准，忽然變成另一種意思。有人不是冒用我的名字，而是提前準備一個會在我上任後自動套上我名字的陷阱。這種做法最狠的地方，是他利用的不是我的密碼，而是我的職位。只要我按計劃上任，那個批准欄遲早會長成我的名字。知道你正式授權生效時間的人不多，秦書瑤說。我把範圍列出來：董事會、營運長辦公室，以及少數處理交接的法務。線索重新指回營運長辦公室，但我仍缺最後一步。共用權限可以被別人使用，知道授權時間也不能單獨定罪。就在這時，邵明哲正式要求提前召開董事會。他的理由很簡單，我正用技術細節拖延對2800萬的責任。原本的48小時被硬生生壓短。我把通知放在桌上，沒有再去找被刪掉的東西。對手如果能一直清理舊資料，我就不能把希望放在下一份舊資料上。我問秦書瑤，如果我們找不到他做過什麼，能不能測他怕什麼？他沒立刻回答，幾秒後把椅子往前拉了一點。我知道我們缺的不是另一個指向營運長辦公室的記錄，我們缺的是一件只有真正知情的人才可能自己暴露出來的東西。邵明哲把罷免會議提前後，我不再追着可被刪除的記錄跑。白板上找更多舊資料那一行被我整條劃掉。秦書瑤問，那查什麼？我說，查誰會因為某份資料存在而改變行為。這個方法有一個前提，我們不能製造新的假證據，更不能拿真正的機密去冒險。我需要的只是一個可驗證，只會被特定接觸者知道的資訊差。我把方案帶給陸承安，他聽完後只問2件事：資料是不是合法製作？裡面有沒有真正的機密？可以，我回答。誘餌本身不會指控任何人，也不包含真實機密。它只測試誰接觸，以及誰知道裡面獨有的內容。陸承安沒有替我判斷邵明哲是不是嫌疑人，他只說，我批准程序監督，結果你自己負責解釋。這反而是我需要的。我不要一個站在我這邊的董事，我要一個之後能證明整個測試不是我私下做手腳的人。秦書瑤開始整理誘餌文件，我們把真正調查資料能辨識的部分全部拿掉，只留下足以讓知情者以為那是唐月離線備份的結構。最後，我們還缺一個最重要的東西，一個只有看過誘餌的人才會知道，又不會傷害任何人的獨家資訊。我看着真正收款公司的名字，伸手在紙上改了一個字。那不是為了騙董事會，而是為了讓未來的某個回答變得可驗證。只要對方從沒接觸誘餌，就不可能知道那個錯誤名字。如果沒有人碰，這條路就會失敗，而我已經沒有多少時間再做第2套方案。可這一次，我寧可承擔測試失敗，也不再拿一個沒有被驗證的懷疑去逼人。誘餌裡真正的新港顧問被改成一個不存在的名字——新橋顧問。
我和秦書瑤再確認一次，正式調查資料、付款記錄、董事會文件裡全都沒有新橋這個名字，它只存在這一份誘餌。接着，我讓邵明哲知道一件事，我們找到了所謂唐月的離線備份，暫時放在12號會議室的保險櫃，隔天中午會交給外部稽核。我沒有說裡面有什麼，也沒有暗示他能直接證明誰。真正害怕舊記錄的人，會自己決定這份東西值不值得冒險。那天晚上，12號會議室的保險櫃真的被打開了。存取記錄跳出來時，秦書瑤第一個抬頭看我。使用的是營運長辦公室保管的緊急管理權。他壓低聲音：“這夠了吧？”我搖頭：“不夠。辦公室權限是共用的，我們不能把有人從那裡開直接寫成邵明哲本人開。”前半段我已經為這種過早收斂付過一次代價，我不會在最後一步再犯同樣的錯。真正重要的是，現在有人接觸過誘餌，也就是說，至少有一個人知道那份文件裡出現過新橋顧問。我沒有去攔人，也沒有立刻要求調閱更多記錄。那個假名字只有在對方不知道我們知道他看過時，才有價值。秦書瑤把存取記錄封存，我把新橋單獨寫在自己的紙上，旁邊只標一句，只問不提示。第二天的董事會就是最後一次機會。如果邵明哲真的看過誘餌，我要讓他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，自己決定要不要碰這個名字。保險櫃已經有人打開，卻還不足以證明誰。我手上真正能用的，只剩一個不存在的公司名。董事會開始時，我仍然是那個系統上寫着批准2800萬的人。邵明哲坐在長桌另一側，第一份拿出來的就是那張批准記錄。他把文件推到桌面中央，將要上任第一晚停用唐月。幾個小時後，異常付款發生，批准人又是他。我要求立即解除他的代理職務。沒有人替我說話，我也沒有先替自己辯解，只問他：“你一直說唐月是影子員工，那他到底能做什麼？”邵明哲答得很快，至少能碰付款和供應商資料，不然昨晚那筆錢不會在他出現之後動。我轉頭看秦書瑤，他把7年前的舊權限說明放到桌上，逐項指出付款、簽約、建立供應商，全都是不可用。唐月不能動錢，秦書瑤說，他只會在高權限管理界面被啟動時，自動留下第2條標記。會議桌上的第一層指控當場斷了。唐月不是我能拿來付款的工具，他出現只能證明那個時間點有人開過高權限界面。邵明哲很快改口，那又如何？高權限界面不是只有我能碰，技術人員、管理端都可能留下記錄。所以我從來沒有說唐月能直接證明是你。我把下一份時間線投到熒幕上，我說的是，付款流程在我上任前就已經被準備好。建立時間早於我的代理總經理資格生效。那時候流程裡寫的不是我的名字，而是現任代理總經理。等我的職位生效，系統才把江瑤套進批准欄。有人低聲問，也就是說，他還沒上任，這條付款路徑就存在？秦書瑤回答：“對，他的名字是之後由職位模板帶入。”邵明哲把筆放下，就算如此，也只能證明有人提前做了流程，不能證明是我。我同意，我沒有跟他搶這句話。最近3次異常修改都經過營運長辦公室的就是管理角色，但那是共用權限，也不能單獨證明是你。他看着我，神情第一次有點不耐。那你到底想證明什麼？我沒有回答那個問題，只把語氣放得更平。我想問另一件事：你昨晚為什麼要去確認新橋顧問的資料？邵明哲幾乎沒有停頓，因為新橋根本沒有收到那筆錢。你不要再拿錯誤資訊混淆董事會。
我沒有立刻接話，秦書瑤也沒有。長桌兩側的人先後抬起頭，因為整個會議裡沒有人曾經說過新橋到底是什麼。我把正式付款記錄投到熒幕上，真正的收款公司叫新港顧問。從付款警報到董事會資料，從來沒有新橋。下一頁只有誘餌文件的版本記錄。新橋顧問這4個字只存在昨晚12號會議室保險櫃裡的那份誘餌。邵明哲的臉色終於變了，他開口想說什麼，我沒有讓話題散掉，直接接上保險櫃存取記錄。昨晚打開他的是營運長辦公室保管的緊急管理權。我仍然沒有把那條記錄單獨當成定罪。真正讓他有意的是，邵明哲剛才主動替一個只存在誘餌裡的假公司辯解。外部合規人員同步確認，最近幾年3筆使用相同就是權限修改流程的顧問付款，都和邵明哲長期控制的供應鏈關係高度重疊。到這一步，權限來源、預設付款、誘餌接觸和獨家知識終於接成同一條線。陸承安沒有宣布誰輸了，他只按程序問董事會是否同意立即暫停邵明哲職務，將相關付款與過往記錄移交外部調查。表決通過，那一刻我才真正把一直壓在自己名字上的2800萬，從個人嫌疑變回一條需要被查清的公司責任。我沒有贏在某一份突然出現的文件上。唐月的功能、付款建立時間、辦公室權限、那個保險櫃，還有一個不存在的新橋，少任何一塊都不夠。最重要的是，最後那句話不是我替邵明哲說的，是他自己碰了一個不該知道的名字。核心問題到這裡終於閉合。董事會結束後，第一個落地的是資金結果。銀行和合規確認，2800萬在異常標記後已被暫停，沒有真正流失。收購案因此只延後1天，重新啟動。陸承安把正式接任文件推給我時說，支持你接任，不代表董事會會少看你一眼。我接過文件，最好不要，如果這幾天證明了什麼，就是權力越大，越不能只靠某一個人自認為自己看得夠清楚。邵明哲被停職，相關付款交給外部調查。我沒有再參與後續定性。公司內部該做的是把他曾經利用過的制度漏洞真正補起來。秦書瑤進入新的內控核心小組。我把高權限監測、吹哨保護和雙重稽核列成必須落地的3件事，不再讓任何一個秘密賬號單獨承擔監督責任。陸承安問過我一句，唐月要不要留？至少他真的替公司看了7年的夜班。我搖頭，不要。一個公司如果只能靠一個不存在的人，才能讓高權限操作留下痕跡，那不是聰明，是制度失敗。唐月完成了他該完成的事，接下來應該讓規則自己站得住。我親手確認永久停用。那個活動了7年的名字，第一次真正從系統裡安靜下來。秦書瑤站在旁邊看着畫面，忽然問，所以唐月到底是誰？我看着停用確認，笑了一下，一個不存在的人，停了2秒，我又補了一句，但他替這家公司記住了7年沒人敢承認的事。